这事儿邪乎的能让你后颈发凉。板凳搬好，咱们这就开讲。故事发生在黔东南一个叫磐石坳的地方，那地方藏在雷公山南路，从县城开车得绕2个钟头的盘山路。2023年暑气最旺的时候，我跟着省里的民俗考察队进山，带队的是民族大学的张教授，专门搜集那些快要失传的玩意儿。当时队伍在芒寨村转了3天，正打算收工回城，有个抽旱烟的老头突然嘀咕，要说稀奇事儿，你们该去找磐石坳的龙茂庵那人给阎王爷当差哩。考察队当时就炸了锅，黔东南这片谁不知道苗洞杂居的地界向来玄乎，但活人阴差这可是头一回听说。真找到龙茂庵家已经是晌午，吊脚楼里钻出个精瘦汉子，40出头模样，靛蓝土布衫上还沾着泥星子。听说要问阴差的事儿，他抄起锄头就要下地，说莫害我，上回多嘴被锯成2半，疼了半个月。张教授赶紧拦着，说我们只记录不外传，您看这侗族大歌苗族古调，再不记下来就绝种了。说着还真掏出录音笔，摆桌上僵持了个把钟头。龙茂庵突然跺脚，说要折寿我担着，但你们得用朱砂写誓纸烧给土地公。接下来他说的这些话让录音笔都发颤。头回当差是88年开春，他梦见自己飘过3道山梁，看见个倒挂的月亮，寨口老榕树底下埋着半截银项圈。龙茂庵搓着老茧继续说，结果隔天帮邻寨抬棺，真他娘见到一模一样的场景。最瘆人的是89年谷雨那夜，梦里有个穿黑褂子的老头悬在云头上，叫他念安生咒去晃脚。当时他家猪仔正犯瘟病，试着念咒后居然真好了，但怪事才刚开头，之后半年只要梦里听到走了3声，魂就嗖的离体，领头的总戴斗笠遮脸，后面跟着4、5个虚影子。龙茂庵比划着，穿墙过户时像浸在水里，活人看不见仔，但能听见他们喘气声。说到抓魂工具，他瞳孔发颤，痨病鬼用锁魂链套脖子，横死的得是打破锤，照天灵盖敲3下。考察队里有人插嘴，魂抓了人立马就死。哪能啊，他啐口唾沫。有次抓完邻村老汉，那肉身还撑了5天，天天坐门槛抽烟袋，就是眼珠子混得像糍粑。最邪乎的是90年代那21个。说到这里，龙茂庵突然压低声音，眼里泛起诡异的光。从93年到03年，整整21个，都是我去引的路。第一个是西口寨的王老六，7月15晚上还在编竹筐，突然就趴桌上了。别人说是脑溢血，只有我知道。那晚我带着链子站在他身后，他还回头对我笑了笑，他一根根掰着手指，声音沙哑。94年清明，上寨的李家媳妇儿在灶房蒸粑粑，蒸汽太浓，我一链子套过去，他都没察觉。95年谷雨那晚最惨，双坡岭的吴家父子同时上路，老的那头刚敲完，小的那边就咽气儿了。龙茂庵的叙述越来越快，仿佛又回到了那些夜晚。97年那个面力匠最精明，躲到谷仓里，我把链子从门缝塞进去才勾住魂。99年跳崖的那个后生，锤子敲了3下才肯走。最难忘是01年中元节，一口气走了3个。我从月亮寨跑到磐石坳，鞋底都磨穿了。考察队的人全都屏住呼吸，录音笔的红灯在昏暗的堂屋里格外刺眼。但真正让录音笔抖的是他说岳父的事儿。那天全家正吃酸汤鱼，突然走了声炸在耳膜里。等他魂体离窍，竟看见3个阴差正盯着老岳父。我抡锤时，老头还在夹鱼片，魂扯出来的瞬间，筷子啪嗒掉进油碟里。他说到这里，喉结直滚。醒过来，我赶紧叫台收菜。3天后，果然咽气儿了。因为泄了天机，当夜他就遭了报应，被拖到阴堂里锯成2半，从上到下拉开，肠子淌得哗啦啦。可咱阴差死不了啊，碎肉自个儿往一块凑。他撩起衣服，露出腹部。回来发7天高烧，这道印子现在碰着还麻痒。最邪门的当属抓纺织娘那次，连去午夜都近不得身。原来侗族纺车转起来带钢风，阴差根本靠不拢。
直到第6日正午，那女子在井台打水时，扁担突然断裂。就这么闪神的功夫，锁魂链已经套上脖梗。考察队走时全是冷汗。张教授偷偷说，他在江浙见过类似的走无常，湘西叫阴脚叉，但像龙茂安这样干20多年的实在罕见。更奇的是，去年县治办的人再去磐石坳，竟发现吊脚楼早就塌了。问寨老，都说龙家搬去广东了，你说这是单例证？可当年录音现在还能听见锤炼碰撞声，说是编故事。那几个被预告死期的人，坟头草现在都长3尺高了。对了，刚查资料时发现个细节，龙茂安说的黑挂老头和侗族亡灵书里描写的引路名师一样，而这本书去年刚被列入非遗名录。说实话，自打上回说完龙茂安的事儿，我后台就炸了。好些贵州老乡现身说法，有说亲眼见过阴差过路的，有说家里老人被预告过死期的。最让我头皮发麻的是个湘西网友的私信，他说龙茂安描述的黑挂名师和他们那边挪堂戏里的引路郎君简直大同小异。这事儿憋了半年，直到今年开春，我偶遇张教授的学生，当时在贵阳青岩古镇吃玫瑰冰粉，那小哥突然压低声音，其实当年我们藏了段关键录音。他说龙茂安最后单独留了句话，要真想知道真假，去查90年代磐石坳的猝死档案，看是不是都和他出任务的日子对得上。我托民政系统的朋友翻了旧档，你猜怎么着？1993到2003这10年间，磐石坳周边村寨共记录21起无病因猝死，死亡时间全部集中在农历初1或15。更悬的是，有份笔录记载，死者杨老贵断气前突然坐起大喊：龙鸽子，莫锁太紧。但真正让我汗毛倒竖的是档案里夹着的泛黄照片，那是94年县报通讯员拍的磐石坳民俗采风，背景里有个扛锄头的模糊人影，脖颈处竟透着条细白反光，像极了龙茂安说的勾魂链。为查清真相，我上个月偷偷跑了趟黔东南，导航在雷公山彻底失灵，最后靠侗族阿婆指路才摸到磐石坳。寨子比想象中还破败，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只剩些老人守着黑瓦木楼。听说我问龙家的事儿，80岁的寨老用烟杆敲着门槛，说茂安娃命苦哟，他娘怀他时撞过阴教，出生那晚全寨狗哭到天亮。最诡异的是寨老媳妇插话，那娃左脚底板有朱砂痣，动画叫鬼印子，专被阴间点卯的。我试着找龙家老宅，却发现早改成腌菜棚了。蹲墙根抽烟时，有个穿褪色苗裙的婆婆突然塞来布包，说茂安仔临走留话，有省城人来就给这个。打开，竟是团纠缠的红线，裹着张胶边纸片，上面用血写着：纺织娘的血线没断，当晚宿在村口招待所。我对着红线琢磨到半夜2点多，忽然听见楼下有人摇纺车，吱呀吱呀，响得人心慌。推开窗看，却只有黑油油的影，但那声音竟越来越近，好像就在走廊尽头。我抄起手电筒摸出去，声音却在楼梯口戛然而止。地上赫然滴着几滴鲜红，沿着台阶一路往下。跟到后院柴房时，突然听见耳边有女人哼侗族古调，词听着让人发瘆。月亮毛毛，线条条条，鬼差勾错魂歌。纺车传血线断，冤魂爬上岸歌。第2天问寨老才知道，很多年前真有个纺织娘死在水井边，就是龙茂安说的那个被勾魂的妇女。更惊人的是，那家人至今还在给她烧纸。纺车闺女死得冤啊！扁担断时，她喊了句龙鸽子救我，谁知他妈反倒死更快了。寨老媳妇突然压低声音，你们外乡人不知道，茂安娃临走前也挨家磕头，在我家门框塞了张符，说万一听见纺车响，就往井里撒糯米。他抖着手指向寨东头，就那口打了红叉的废井。我跑去一看，井口果然钉着2块桃木，扒开杂草发现井沿有暗红色污渍，凑近闻还有股腥气。刚举起手机拍照，突然有根红线从井里飘上来，紧紧缠住护栏铁钩，
吓得我连退几步，背后却传来寨老的冷笑：“后生仔，后生仔，现在信了吧？”钟瓦彻夜难眠，翻来覆去想到凌晨，突然摸出那团红线，在灯光下细看，才发现丝线里都绞着细微黑须，像干涸的血丝。手机忽然震动，张教授的学生发来加密邮件，导师临终前破解了龙茂安的咒诀。邮件附件有段噪点严重的视频。2006年，张教授偷拍龙茂安做法事，他对着重病老人念咒，袖口却划出条透明细线。天刚亮我就冲去找寨老，他正在熏腊肉，听我问赎罪差，直接摔了烟袋。你哪儿听来的？这是苗家禁术。赎罪差就是替前世孽债顶罪的，专抓横死鬼凑数抵功德的。他透露，龙茂安的前世是清末苗疆起义军头领，战败后诅咒官军断子绝孙，那些被勾魂的其实都是官军后代。龙茂安每抓一个就能消减1分诅咒，但纺织娘是枉死的，怨气划进红线缠上他喽。临走那天雾极大，寨老送我出山时突然指路碑，看好了，这是当年龙娃子被雷劈出阴阳眼的地方。碑文记载，1987年雷夜，16岁的龙茂安在此救坠崖小孩，反被雷击中昏迷，3天后竟能预知生死。故事到这儿本该结束了，寨老又递给我个皱巴巴的本子，打开竟是龙茂安的公分本，夹页里画着精细的路线图，标注着纺织娘魂归处。最后一页还有行新写的字：血线缠满9000转，井底石门开半边。我连夜联系贵州朋友，他说磐石坳那口井前天突然干涸，井底真的露出覆满青苔的石门，现在寨子已被民俗局封锁。而龙茂安公分本里的路线图终点竟是乡前交界处的哑巴岭。知道为什么叫哑巴岭吗？因为进过那里的人回来都忘了怎么说话。我终究还是按捺不住，决定去哑巴岭看个究竟。临行前，寨老往我怀里塞了一包糯米饭和1小瓶米酒，喃喃道：“那是我们苗人的禁地，祖辈传下来的规矩，能不回话就别回话。”他的眼神复杂，欲言又止。去哑巴岭的路比想象中更难找，他不在任何地图上，只能凭着龙茂安公分本上那幅简陋的路线图，以及沿途打听来的零星信息摸索前进。一路上遇到的当地人都用一种警惕而困惑的眼神看我，摆摆手，不愿多谈那个地方。终于在第3天傍晚，当我翻过一座长满竹林的山头时，眼前的景象让我屏住了呼吸。那是一个被群山紧紧环抱的洼地，谷底弥漫着终年不散的乳白色薄雾，寂静的可怕。没有鸟叫，没有虫鸣，甚至连风经过这里都仿佛失去了声音。这就是哑巴岭。下到谷底，雾气湿冷，粘在皮肤上。我看见了几间歪斜的吊脚楼，黑瓦幕墙仿佛被时光遗忘。一个老人坐在屋檐下捣药，看见我，眼神平静无波，只是用手指了指旁边的一个树墩，示意我坐。我尝试用刚学的几句洞语问候，他只是点点头，继续手上的动作，自始至终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村里还有其他几个人，或在织布，或在劈柴，他们彼此用手势和眼神交流，动作轻缓的像是一场默剧。整个村子浸泡在一种巨大的令人压抑的宁静里。我拿出手机，发现信号全无，相机功能也莫名失灵。晚上我借宿在老人家里，火塘里的火苗摇曳，映着他布满皱纹的脸。他拿出炭笔和一张粗纸，开始写字与我交谈。从他断断续续的文字里，我拼凑出了一个模糊的轮廓。哑巴岭的祖先为守护某个秘密，自愿立下誓约，子孙后代皆不再言语，以防秘密外泄。他们并非不能说话，而是选择沉默。世代以来，他们用一种独特的方式传承着他们的历史和文化、刺绣和图谱。老人从里屋抱出一个沉重的木箱，里面不是书，而是一卷卷精心编织的锦缎和刺绣，上面用彩线绣满了繁复的图案，倒挂的山寨，雷击的树木，断裂的扁担，旋转的纺车，还有腹部长长裂痕的人形。龙茂安讲述过的，
以及我经历过的那些异象，竟然都以一种诡异的方式呈现在这些刺绣上。我指着那幅描绘腹部落痕人物的绣图，震惊地望向老人。他缓缓点头，用手指蘸了水，在桌上写下2个字：记录。他们不是预知，他们是记录，用针线沉默地记录下山外发生的与那个古老誓约相关的每一件事。龙茂安不是唯一的传承者，哑巴岭才是整个故事的最终记录者和守护者。离开的时候，老人送我一小块刺绣，上面是一个简单的纺车图案。我回头望了一眼那片被雾霭笼罩的洼地，终于明白了回来都沉默的含义。不是不能说话，而是知晓了太多沉重的东西，选择了用沉默来守护，并将一切诉诸针线与图卷。回到城市后，我时常在深夜拿出那块刺绣，它沉默无声，却仿佛道尽了一切。而我也确实如那些去过哑巴岭的人一样，对这次的经历选择了长时间的沉默。回到城里已经半个月，哑巴岭的寂静仍像一层薄膜裹着我的感官。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我时常产生错觉，仿佛耳边还萦绕着那片洼地里针落可闻的静谧。那块绣着纺车的刺绣被我装在玻璃框里，挂在书桌正前方。它沉默无言，却比任何声音都更具分量。一天深夜，我正对着它出神，台灯的光线忽然微妙地闪烁了一下。就在这明暗交替的瞬间，我似乎看到纺车图案上掠过一丝极细微的反光，就像有根线头被轻轻抽动。鬼使神差的，我取下镜框，用指甲小心翼翼地在绣面边缘刮了刮。一层极薄、近乎透明的丝绢之下，竟隐隐透出更深层的颜色。我的心跳陡然加速，取来小镊子和放大镜，屏住呼吸，沿着边缘一点点挑开那几乎无法察觉的缝合线。表层纺车图案的丝绢之下，赫然还藏着一幅绣图。这幅隐藏的绣图更为古旧，色彩暗沉，线条却异常清晰。一个腹部有着长长裂痕的男人身影站在一口井边，正将一团纠缠的红线投入井中。井口下方，深绣的暗红色丝线层层叠叠，勾勒出一道模糊的石门轮廓，门上刻着符号，与磐石坳井底发现的极为相似。而最让我脊背发凉的是图案角落，那里用近乎黑色的丝线绣着一个极小的我曾在龙茂安公分本最后一页见过的标记，血线归种。这不是简单的记录，这是一幅地图，或者说一个指引。我猛地想起，离开哑巴岭时，那位沉默的老人并非只是沉默，他曾用极其缓慢的动作将手掌摊开，然后缓缓覆盖在心口的位置。当时我以为那只是告别，此刻却惊觉那或许是一个动作提示，藏在心里或者表层之下。哑巴岭的人并非绝对沉默，他们用另一种更隐秘的方式在诉说。第二天，我带着这块裹着秘密的刺绣去找了一位研究少数民族纺织技艺的朋友。他的工作室里堆满了各种植物样本，这手艺太罕见了。他用高倍电子放大镜仔细看着双层刺绣的结合处，表层是近代的描绣手法，但这底层，你看这披丝和晕色，像是更古老的侗族锁绣秘技。这种技法几乎失传，据说以前只用在记录最重要的族史事件上，绣品能100年不褪色。他指着那口井和石门，而且你发现没有，这些暗红色的线不是染的，是什么？他深吸一口气，语气变得凝重。是血。古时候的血绣，以血入线，永不褪色。非重大祭祀或诅咒，不用血绣。诅咒，永不忘却的记录。所有的线索在这一刻似乎轰然汇聚，又指向更深的迷雾。龙茂安留下的公分本，磐石坳井底的石门，纺织娘未断的血线，哑巴岭的沉默刺绣，他们彼此纠缠，编织成一张更大的网。我再次拨通了贵州朋友的电话，这一次我直接问出了那个最关键的问题：磐石坳那口井底露出的石门，后来到底怎么样了？考古队或者文化局有没有人进去过？电话那头沉默了良久，朋友的声音压得极低，仿佛怕被什么人听见。那口井
又被封上了。官方的意思什么意思？说是有一天早上，考古队拉的警戒线和设备都被挪开了，用新的青石条和糯米浆给重新砌死了。严丝合缝挂掉电话，我久久无法平静。有人哑巴岭的刺绣却将通往石门的路径和方式，用血绣的方式隐藏起来，交到了我的手上。龙茂安去了广东，哑巴岭选择了沉默，石门重新封死，但那条血线似乎仍未断绝。它从磐石坳的井底深处穿过哑巴岭的刺绣，如今正静静地躺在我的桌上。我知道这件事远未结束，那根冰凉的红线似乎已经悄然缠上了我的指尖。我终究还是买了南下的火车票，踏上了前往广州的寻人之路。根据寨老模糊的记忆和零星的线索，龙茂安可能在一个叫三元里的城中村附近打工。据说那里聚居了不少从黔东南来的老乡，广州的喧嚣与黔东南的静谧恍若两个世界。在三元里错综复杂的巷弄里，空气中弥漫着潮热的气息和各地方言的交织。我挨家打听，问过五金店、小餐馆、理发铺，终于在一个贵州老乡开的酸汤鱼店得到了一点消息。龙茂安好像是有这么个人。老板娘用围裙擦着手，努力回忆着，好像是00几年过来的，在纺织厂做过工，不过好久没见喽。他给我指了路，说纺织厂几年前就拆了，原址现在是个物流仓库。我找到那里，只见车来车往，丝毫看不出过去的痕迹。门卫是个韶关人，听我问起以前的纺织厂，摇摇头说，我来这才3年，不清楚以前的事。正当我一筹莫展时，突然想起龙茂安的儿子。寨老曾随口提过，龙茂安有个儿子叫小龙。几经周折，我在一个城中村的网吧里找到了一个叫小龙的年轻人，20出头的样子，眉眼间却有几分龙茂安照片上的影子。你找我爸？他狐疑地打量着我，手指间夹着烟。他早没了。他啷吐了口烟圈，语气平淡的像在说别人的事。机器卷进去的，找到的时候不太好认。他领我到他住的出租屋，从床底拖出个破旧的行李箱，里面是龙茂安留下的几件遗物，一套靛蓝土布衫，一本泛黄的侗族大歌集，还有一张2008年的广州日报，上面刊登着纺织厂招工启事。他就留下这些。他就箱子夹层里摸出个东西，还有这个，当时攥在他手里的那是一个小小的木纺锤，上面密密地缠着暗红色的线，与我之前在磐石坳见到的那团红线如出一辙。厂里人说出事那天本来不是他的班。小龙的声音低了下来，但他非要替别人上班，说欠的债该还了。机器平时都好好的，就那天突然失控。我接过那个纺锤，触手冰凉。那些暗红色的线在广州昏黄的出租屋灯光下显得格外刺眼。你爸有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话或者东西？小龙摇摇头，他就是个闷葫芦，从来不说自己的事。倒是去世前那周突然给我寄了封信，里面就一张纸写着，往后有人问起，照实说就行。我站在广州喧嚣的街头，握着花了1000块买下的那个冰冷的纺锤，感觉一切线索又断了。龙茂安死了，死在2009年，死在一家普通的纺织厂里，死得普通而惨烈。那么后来在磐石坳发生的一切，那个给我赛布包的婆婆，寨老口中的故事，工分本还有哑巴岭的刺绣又是什么？回程的火车上，我反复端详那个纺锤。在火车穿过某个隧道的瞬间，窗外突然一暗，我仿佛又听到那熟悉的纺车声，吱呀吱呀，由远及近。纺锤上的红线在黑暗中隐隐发亮。那么今天明镜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